对不起哥，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难受了。我重生了，回到了萌萌出事那天。啊，萌萌，哥，你不要打我，我明天就去挖野菜赚钱。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上一世我染上毒瘾，性情大变，对妹妹非打即骂，连妹妹生病去看病的钱都没有，最终导致妹妹活生生病死。这一世，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哥，你说什么？傻瓜，我不用你赚钱，相信哥，以后哥会好好照顾你。王大富，你想干嘛？陆成，昨晚你在老子赌桌上输的那10块钱，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欠你的钱，我会还。你还？你拿什么还？你家里连下锅的米都被你输没了吧？不过嘛，看在咱们同村的份上，我给你指条明路。村东头有20亩地，你把这地的承包权接过去，咱俩的账一笔勾销。不仅如此，我还倒贴给你5块钱，怎么样？哥，别钱，那是村东头的盐碱地，是块根本长不出庄稼的死地。你根本不是好心，明天大队就要查跨收第1波公粮了，你自己交不上粮，所以想骗我哥替你顶罪去劳改。哟，小丫头片子还挺聪明，可那又怎么样？你哥现在连买耗子药的钱都没。再说，明天交不了差，谁说非得你哥去劳改？农场破局系统已成功绑定，检测到宿主陷入逆境破局，恭喜宿主获得极品道具泰西灵泉水，恭喜宿主获得神级种子变异速生小麦种，24小时急速成熟。系统，天不亡我，那就正好来试试这系统送的东西。王大富，既然是顶雷的买卖，5块钱可不够，我要10块，少一个子都不签。你说什么？哥，你说什么？好，哈哈哈，10块就10块。哥，你刚才说以后好好照顾我，就是用我去换10块钱。拿去赌啊！明天一早，我带大队长来收粮，我们走。哥，你的病5块钱不够，你去看病，我先去地里看看。王大富，你想拿我顶罪，明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神经。重活一世，成败在此一举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可真是个宝贝啊！也不知道直接喝了会怎么样。李队长，就是这家。陆成昨天刚白纸黑字的签了盐碱地的承包合同。陆成人呢？不会是交不出100斤公粮，畏罪潜逃了吧？陆萌萌，你哥去哪儿了？没有，我哥没有潜逃，他去地里了。去地里？去那块绝活地里吃土吗？李队长，我看这小子就是跑了。按照大队规矩，交不上粮就得抓去劳改。既然他不在，就只能你来还了。你们2个把这病秧子给我绑了，送大西北劳改营。不要，放开我！哥，救命啊！哥！谁敢动我妹妹1根头发，老子剁了他！哥，陆成，你推个破车回来干嘛？你别告诉我，你用这破布盖着一车黄土，想糊弄李队长吧？
少说着，你敢打我，给我上，打死他！出了事儿，老子兜着！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那是麦子还是金疙瘩啊？这纯度，这产量，你是哪来的？不可能！你一晚上哪去弄这么多粮食？这肯定是偷的！陆成，你这麦子到底是哪儿来的？李队长要不信，跟我去看一眼就知道了。正好，我地里那些麦子，我一个人也收不完。还你地里麦子收不完，就你那破地还能种出粮食了？好，那就去看看。这是麦子？不可能！这是盐碱地啊！怎么可能种出麦子？假的，这一定是假的！到底是真是假？我想李队长应该看得出来吧。李队长，我这块地的公粮任务是100斤，对吧？我看大队也不容易，为了支持集体建设，我出双倍，我上交200斤。这要去上报到公社，这是天大的政绩，明年我就能升到公社去当主任。李队长，这肯定是假的，你可不能信他呀！这肯定有猫腻，先把他抓起来，抓他啊！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陆成先生一根汗毛！王大富，你少在这耍流氓泼皮那套！陆成同志主动翻倍交公粮，他是我们大队的生产大功臣，还敢打他？带着你的人给我滚！李队长，我等会儿亲自拉到镇粮站，用咱们大队的名义交完公粮，剩下的我就自己处理了。好，陆成同志觉悟真高。萌萌，锁好门等哥，哥交完粮回来带你去吃肉。哥，我信你。我的老天爷，这麦穗怎么跟棒槌一样大？这香味儿，闻一口感觉我都年轻了10岁。干什么的？靠山屯大队陆成来交公粮，这是条子，剩下的我按统购价卖给国家。表叔，你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个烂赌鬼。那块地是全村最毒的盐碱地，怎么可能种出神仙麦子？绝对是偷来的。哼，投机倒把，盗窃集体资产。保安干事，把这批来路不明的赃物给我没收充公。明抢是吧？什么？还想暴力抗法？给我打！住手！什么时候粮站成了土匪窝了？这车粮我买了。什么时候粮站成了土匪窝了？这车粮我买了。你谁呀？敢管我们粮站的事儿？色泽如金，灵气内敛，这世上竟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极品食材。这麦子是你种的？是我的。保安，还愣着干什么？把这多管闲事的女人和这小子一起抓起来！放肆！我看今天谁敢动这批麦子一下？阿龙，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省城白云国营大饭店总经理、省供销总主特批采购员苏清雪苏总。省城来的大人物。滚！这麦子300块，外加一张飞鸽牌自行车票和一张特批化肥条，我全要了。300块，这都顶城里工人1年的工资了。还有那自行车票，更是花钱都买不到的宝贝呀！300块，要是我把它收了，他一个烂赌鬼凭什么发财呀？合作愉快。乡亲们，今天开这个全村大会，主要是解决一下咱们村
土地分配不公的历史遗留问题。鹿城那块盐碱地经过大队重新勘测，属于咱们村集体的特级风水宝地。他之前签的承包合同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所以我现在正式宣布合同作废。村长这也太霸道了，看人家陆城发财了就明抢了。你不要命了？得罪了王家，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混？这对父子简直贪得无厌，欺人太甚。当然，大队也不能不给人留活路。村北头的阴风岭以后就划给你陆城了，好好干，别辜负了大队的栽培。阴风岭那地方可是寸草不生的死地啊！那可不，一到半夜就结冰，连个活物都没有。去那儿种地，这不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吗？丁检测到宿主面临极端恶劣打压，触发逆境破局任务，提前预发破局底牌。神级稀有种子冰火两仪草莓种，此神果孕育在极寒极热交替之处，成熟后不仅美味绝伦，更具起死回生之奇效。系统兜底，阴风岭，正合我意。王掌柜，你这可是把真正的聚宝盆硬塞给我。检测到土地权变更，是否强制收回泰西灵泉？这系统可真够霸道的，居然还能收回。不过现在怎么用？好，这阴风岭我接了。哥，这地洞的连个坑都挖不出来，怎么种庄稼呀？傻丫头，对付这种极寒死地，不能用普通的。哥，这是什么种子？怎么还会发光？还一半热一半凉的。放心吧，有哥在，就没哥种不了的地。太好了，哥你真厉害！那群坏蛋，什么好东西都想抢过去，太可恶了！抢过去的，可未必就是好东西。等天一亮，差不多也该把泰西灵泉回收回来了。小心点儿，这可是老子抵押了房子，借了1000块钱高利贷买来的洋种子。姐，发芽了，冒金光了，咱们的地也种出神仙麦子了！我就说这是块特级风水宝地，这下全归咱们王家了。爹，我白天已经托镇上的熟人给省城那个苏总派了电报，说咱们手里有一大批极品金麦子。苏总说明天一早就亲自带人来收。干得好！明天苏总一来，咱们家就要发大财了。苏总，您今天可是来对地方了。昨天半夜，我们家那块地直冒金光，那麦苗蹭蹭往上涨，绝对比陆晨卖给您的那批还要极品。如果真有那么神奇，价格我出双倍，快带路吧。苏总，您看，这怎么可能？昨晚明明还发光呢！我的麦子啊！王村长，你说的冒金光的极品麦子，就这一堆臭水里的烂泥。苏总，您听我解释，昨晚真的发光了，肯定是有人搞鬼！滚开！敢拿这种毒地消遣我们苏总，我看你们是活腻了！把本小姐大老远骗过，就为了看你们这堆烂泥，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完了，1000块高利贷全完了！陆先生，不知道您这儿还有没有那种麦子？只要有，我苏家倾尽家产也可以买。如果我没猜错，苏小姐买那东西是为了救人吧？实不相瞒，我爷爷身患绝症，全身器官严重衰竭，
京城的国手已经下了最后通牒，说就在这2天了。只有您这儿的麦子，他吃了后症状竟得到了缓解。苏小姐，麦子终究只是凡俗良果，对于器官衰竭的将死之人，那点生机治标不治本。苏总，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想要你爷爷活命，跟我走。陆先生，您带我来这里干什么？这儿有什么东西？能救你爷爷命的好东西。阿龙，你来看看，这种地方有可能长出东西吗？苏总，您别开玩笑了，我家往上数3代都是老农，这土的成色我大眼一看就知道底细。这地冻得比铁板还硬，土里全是极寒的毒气，这比那盐碱地还要夸张10000倍。哼，那是因为你们的见识太短浅了。你们自己看吧。竟然，极寒死地里长出了带温度的鲜果，这还是种地吗？这果子里蕴含的恐怖生机，隔着这么远我都能感觉到。只要你爷爷还有最后一口气在，吃下，阎王爷也休想把人从我手里抢走。陆先生，我知道这东西珍贵，不能用钱来衡量。我现在身上就只剩下500块。我保证，以后无论你在省城遇到任何体制内的麻烦，我苏家全包了。我救人看心情，苏小姐太客气了。乖乖，一颗草莓500块，得赶紧回去告诉大哥。陆成，你的死期到了！你那打满农药的毒草莓已经把省城的苏老爷子毒死了。不可能，我哥种的是鲜果，怎么可能有毒？看清楚了，你那破草莓的化验单都在这儿，铁证如山。陆成，你现在马上把你那破草莓交出来，拿给我们去销毁。另外，再交8000块保救金。我们在公社有人，还能保你这病秧子妹妹留条活路。高利贷催得紧，狗急跳墙了，想抢我的钱，就凭你们这几块废料！妈的，死到临头还敢狂！弟兄们，给我往死里打，留一口气签字就行。重活一世，喝了泰西灵泉水改善体质，真以为老子还是以前那个虚透了的赌鬼吗？这小畜生怎么这么能打？怪物啊！别过来！陆成，你再走一步，老子就撞死他！给我跪下，把字签了！王大富，你若敢伤他一根头发，我保证你们王家九族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少废话，赶紧签字！签完把你妹妹卖到山，还能再换几百块钱。我看谁他妈敢动！苏老爷子，这是啊！你们竟敢造谣老夫归西，还敢拿伪造的公文来敲诈老夫的救命恩人！没事了，哥在。陆先生，救命之恩，苏某没齿难忘。今日让您和令妹受惊，是苏某来迟了。苏老，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是这逆子自己干的，跟我没关系啊！苏老，您看这事儿怎么算？在省内动我苏慎的恩人，就是诛我苏家的九族。清雪，立刻给县里打电话，王长卫滥用职权。完了。至于这个持刀伤人的王大富，移交治安。
还有他们欠的高利贷，通知债主，按道上的规矩给我狠狠的讨。父，我不要去挖煤，爹，救我呀，爹！陆先生，明日省城有一场全省最高规格的极品农贸拍卖会，老朽恳请您作为苏家的首席贵宾参加。您那冰火草莓必将轰动全省。哥，省城是不是有大房子，有好多好吃的？苏老既然有言，我一定去。毛毛，喜欢那件裙子？走，哥带你去试试。干什么的？这可是进口面料的高定专柜，弄脏了你们赔得起吗？哥，这里的东西肯定很贵，我们还是走吧。开门做生意，你就是这么对待顾客的。把那条白裙子拿下来，给我妹妹试。是，土包子，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吊牌，那条裙子要80块钱，顶你们乡下人种大半年地的收入了。买不起就赶紧滚，别在这儿碍眼。就是，穿得跟叫花子似的，也敢进高档商店。我再说一遍，拿下来！我就不拿！怎么，你一个穷光蛋还想打人？这么多钱！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这条裙子，还有旁边那3套，连同那双小皮鞋，全部按照我妹妹的尺寸包起来。现在，立刻！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大老板，是我瞎了狗眼，我这就给这位小公主拿出来。真好看，这才是哥的小公主。哥，谢谢你。赵总，就是那个小畜生。哦，这就是那个攀上苏家高枝的乡巴佬，有点意思。王大富，苏老不是让人把他抓去挖煤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哈哈哈哈哈！陆成，你没想到吧？老子命大！遇上了省城商会的大当家赵总。赵总可是苏家的死对头，早就把我保释出来了。今天有赵总在，你休想好过！一条丧家犬也敢在这儿乱吠！你小子，哼，嘴皮子挺利索。不过这极品农贸拍卖会可是省城最高规格的圈子。你提着个破竹篓，当这里是你们村的菜市场吗？保安，这什么阿猫阿狗都往里放，你们安保工作怎么做的？请出示邀请函，没有邀请函，马上滚蛋！这是苏老给我的首席贵宾请柬。苏老的请柬，假的吧？哎呀，我看你今天还怎么进这个大门？我苏家的贵客，我看谁敢拦！苏大小姐，
赵老板，你好歹也是商会会长，居然用私情巧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难怪你们赵家永远只能被我们苏家踩在脚下。苏清雪，你别太嚣张！今天这场拍卖会比的是谁手里的货硬，不是比谁嘴硬。我们走。陆先生，实在抱歉，让你受委屈了。萌萌今天真漂亮，走，跟我进去，我预定了最好的位置。谢谢苏总。苏大小姐是怎么了？带着泥腿子坐第一排？那破竹筐里装的什么？地瓜还是土豆啊？各位，接下来是赵氏商会提供的压轴珍品——一株长白山百年极品野山参，起拍价1万块。苏大小姐，听说你们苏家今天也带了极品农产来压轴，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啊！总不能是旁边那位小兄弟筐里的土特产吧？就是乡巴佬，把你的破烂拿出来显摆显摆啊！既然你想看，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的天，这是什么味道？我多年的老鼻炎，闻了一口竟然通气了，太不可思议了！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气，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仙果？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乡下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这位先生，这件稀世奇珍，您打算底价多少？我出5万，不10万！停下！大家都别被骗了！我是省农科院的高级研究员，我手里的化叶干可以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仙果，而是添加了过量放射性化学物质催熟的变异毒物。什么？有放射性毒物？吃一口就能要了你们的命！难怪长得这么吓人！我要求立刻销毁！好你个陆城，你这是想把全省的首富们都毒死啊！保安，还不快把这投毒的杀人犯抓起来！唉，现在的乡下人为了赚钱真是不择手段。苏大小姐，你可是被这泥腿子骗惨了。省农科院的高级化验干，动作尽快。那是当然，我们用的是最先进的进口仪器。放屁！我这极品草莓从藤上摘下来到现在，满打满算不超过3个小时。就算是省城最快的实验室，做完整的放射性元素硒闸也需要至少2天。你这报告不仅日期是昨天的，连公章的红泥印子都没干。赵胖子，你找人做伪证砸场子？这专家可能搞错日期了，但这果子绝对有问题。正常草莓怎么可能长这样？谁敢吃？既然你们觉得有毒，那我就让大自然来证明。那盆极品君子兰，我看已经枯死大半个月了吧？是，本来是今天的拍品，结果昨晚突发根腐病，全死了，正准备扔掉。有毒的化学物质只会加速生命的毁灭，而纯正的大自然本源之气，却能枯木逢春。这违背了生物学常识！神迹，这是农业神迹呀！完了，全完了！赵总，这算不算毒药？不可能，假的，全是假的！10万，这颗草莓我要了，我出10万块大团结，谁也别跟我抢，我拿去救我那吊着一口气的老父亲！去你的！我出15万，陆大师，卖给我！我出10万，我出15万，我出20万，200万，300万。这简直是上帝赐予的基因宝库！如果能提取它的基因，我们公司将垄断全球的农业市场。Boss 已经查到这小子的背景了，他叫陆城，来自一个叫靠山屯的偏僻农村。马上通知我们的跨国绿军团，就说这颗果子使用了我们财团去年丢失的核心专利技术。我要让这个华夏农民连鼻带骨头一起吐出来。
陆先生，这是扣除手续费后的15万现金。您这颗冰火草莓简直是奇迹！以后如果还有这种极品农产，请务必优先考虑我们。好说。陆先生，有了这笔钱，你打算在靠山屯怎么做？包山修路，建属于我们华夏人自己的顶级生态农场。陆先生的确很不一样，要是换做其他乡野村民，只怕能守着这笔钱过一辈子。你们是谁？哪位是陆成？立刻停止你的一切商业活动！你们是什么人？敢在苏家的地盘上撒野？苏大小姐，我们代表的是国际顶级的孟森皮生物农业财团。这位是我们大中华区总裁史密斯先生。你就是那个种出红蓝双色草莓的华夏农民？有屁快放！放肆！怎么跟史密斯先生说话的？工商局的同志，你们也看到了，此人极其嚣张。陆成，我们财团怀疑你非法套用了我们最新的超级褒美基因突变专利。你的草莓根本不是自己种出来，而是偷了我们的实验室种子。荒谬！外资财团的种子会跑到一个偏僻的华夏小山村里？你们想明抢就直说。苏小姐，科学是严谨的，我们财团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基因库，我们要求立刻查封陆成在靠山屯的所有农田，并且交出所有种子的培育方法，否则我们将启动跨国诉讼，不仅要他赔偿1000万美金，还要连带封杀你们苏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苏总，外边施压，上面也很重视这起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按规定，在调查清楚前，陆成同志的农产品确实不能再流入市场了。陆成，这帮外资最擅长用专利战拖垮别人，别跟他们硬碰硬。我让我爷爷出面找上面协调。系统提示：检测到外来生物资本入侵，触发反击任务正本清源，奖励已发放华夏上古农耕图谱活体原始谷种子1套。盗用你的基因专利？没错，世界上只有我们财团掌握了这种技术。哈哈哈哈哈哈！一群历史不过200年的强盗，跑到拥有5000年农耕文明的华夏大地上来跟我谈农业专利。好啊，你们不是要打官司吗？我接了。3天后，审陈中级法院。我会带上我们华夏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当着全省媒体的面，揭开你们这群生物盗贼的伪装。史密斯先生，听说这次贵公司要索赔1000万美金，还要彻底封杀华夏的野生变异草莓，请问你们有绝对的胜算吗？在绝对的科学面前，华夏的落后农业没有任何胜算。今天，我会让那个偷窃我们基因的农民把牢底坐穿。这就是一个瞎小子，这怎么斗得过洋人的大公司啊？陆成，现在跪下来求我们史密斯先生签了放弃种田的协议，还能少赔点。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看看华夏老祖宗究竟留下了些什么。原告，请陈述诉求并提交证据。大人，这是我们财团在海外注册的超级浆果基因突变图。陆成售卖的所谓冰火草莓，其内部双色基因序列与我们的专利高度重合，这证明他不仅偷了我们的种子，还进行了非法繁育。我们要求立刻判处陆成赔偿1000万美金，并永久剥夺其从事农业种植的权利。被告陆成，你有什么证据反驳原告的指控？法官大人，他们说我偷了他们的基因，可笑至极。我的证据就是这个。
拿一块破布和一颗死种子当证据，你脑子坏掉了吧？这卷图谱名为《华夏上古农纲图谱》，而这颗种子是图谱中记载的距今1500年前的原始母猪。1500年前，哼，1500年前的种子早就死透了。你在这里装神弄鬼。在你们这些只懂化学制剂的短视者眼里，它是死的；但在华夏农人的手里，万物皆有灵。想不到回收回来的泰西灵泉还能派上用场。Oh my god！ 完整的原始双螺旋，这种基因纯度，它没有任何人工拼接的痕迹，它是完美的自然进化体。看清楚了吗？你们那所谓的什么基因，不过是这株华夏上古母鸡在漫长岁月中退化变异后，被你们捡去拼凑的残废品。拿着我们华夏老祖宗不要的残次品，跑来华夏的大地上告我们侵权，你们也配？史密斯先生，我们败了。他的基因库比我们的领先了至少几个世纪。不，这不可能！本庭宣判，原告证据不足，指控不成立。鉴于原告涉嫌恶意诉讼及跨国讹诈，本庭支持被告陆成的反诉请求，判处外资财团赔偿精神损失及名誉费共计50万。该死的华夏人，该死的陆成，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个靠山屯。史密斯老板，您别生气，我是靠山屯的村长，我儿子大富也是被那个陆成害惨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你是靠山屯的村长，很好。告诉仓库，把我们那批因为重金属超标被海关退回来的特效化肥，以1折的价格卖给这位村长。老伙计，只要你把这批化肥撒在你们村的土地上，我保证，陆成就算有神仙种子，也种不出一根毛来。乡亲们，这可是我托了省城大关系，从洋人手里弄来的进口特效化肥，人家外资大老板搞内部特效，一袋只要2块钱，撒下去，保证你们地里的庄稼长得比陆成家的还粗。2块钱，供销社的酵素还要5块呢。村长，给我来10袋。我也要5袋。陆成那小子现在发财了，也不带咱们自己种。慢着，这化肥不能买。警报！检测到极其恶劣的重金属工业毒素正在入侵华夏地脉，触发紧急守护任务，提前发放破局道具，地母神壤周子。二柱说：“李婶儿，这化肥里掺了大量的重金属和废弃工业联酸，这是国外的工业垃圾，撒到地里，地就彻底废了。”放屁！陆成，你少在这里眼红！你不就是怕大家用了洋人的好化肥，种出的庄稼抢了你的生意吗？你这黑心肝的小白眼狼！陆成，你现在是发财了，连口汤都不让咱们喝，村长可是为了咱们好。就是，人家袋子上全是洋子味儿，还能有假？走走走，大家赶紧下地施肥去！我也去，干活去！走，下地了。良言难劝，该死鬼！王长贵，既然你非要作死，那咱们走着瞧。我的老天爷呀，赵姐呀！全死！这地板结成水泥了，下半年的口粮全完了！哎呀，大家别慌，洋人老板说了，这叫土地排毒反应。
只要大家再花10块钱一瓶买他们配套的特效松土剂，保准地能恢复如初。王长贵，你这个畜生，你拿毒药害咱们全村，现在还想骗咱们的血汗钱，我跟你拼了！陆城，是我们猪油蒙了心，没听你的劝，求求你救救大家吧！大家都是靠山长的根，地不能毁。排长，放水！黑土，这是流油的黑土啊！是咱们开荒前还要肥。神迹，陆城是咱们屯的活神仙啊！老板明明说这是绝户药。王长贵勾结外资毁坏华夏农田，这笔账你去大牢里慢慢算。大家伙，把他送到镇派出所，打死这个汉奸村长！送他去陪审！刁民！你们这群刁民！还有陆城，你。陆城，这地现在比金子还肥，咱们接下来种点啥？还种苞米吗？种苞米太暴殄天物了。之前咱们的冰火草莓名气已经打出去了，现在有了这片极品神壤，我要把产业升级。我要在这里建几座最先进的实验大棚，种市场上最稀缺的极品瓜果。我要让靠山屯的生鲜打进省城最顶级的圈。挖！给我往死里挖！那个小畜生，就是靠几颗破草莓发了财吗？居然还要搞大棚包揽全村的生意，全靠他那口井里的神水。咱们从地底下把水脉截断，神水就是我的了。王老板，水压上来了。听声音，地下有个高压水包，这要是打通了，水能喷起10米高。哈哈哈哈哈！陆城，你断我财路，抓我亲爹！明天一早，我就要把你的神水装瓶卖到省城去，我要让你看着自己的庄稼活活渴死。肯定是王大富那个坏蛋，哥，水彻底断了。咱们才搭起来的实验大棚里面种了那么多瓜果苗呢，要是没水，我们可怎么办啊？好一招釜底抽薪。检测到下水脉被强行截断，开始逆境破局，提前发放变异巡水地龙。大自然的水可不是谁都有命喝的。嬷嬷，你退后。出水了！王老板，压力极其大，水要喷出来了！哈哈哈哈哈！摇钱树来啦！妈呀！地质爆雷了！快跑啊！全完了！我最后的家底儿啊！老天爷，你瞎了眼啊！陆城，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什么破石头也来欺负我！这味道，这形状，黑松露，这可是洋人餐桌上的黑色钻石，一克就要好几十块钱，这么大一个，发财了！Oh my God， 这大理石般的纹理，这极其浓郁的麝香气味。赵总，这绝对是顶级的野生黑松露，在欧洲，它被称为餐桌上的黑色钻石。这一块起码能卖出5000块人民币的天价。5000块，就这么个土颗粒？您不懂，这是身份的象征。只要运作得好，不仅能高价卖给外宾和华侨，还能彻底打响您赵氏生鲜的高端名气。哈哈哈哈哈！好，那
大富啊，大富！你这次可是立了天大的功劳。赵总，陆城那个小畜生之前靠着几颗冰火草莓出了风头，现在心野了，居然搭了一大片大棚种极品瓜果，想抢生鲜市场。放心，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我在省城最大的白天鹅宾馆举办一场黑松露评鉴会。到时候我不仅要包揽全省的高端渠道，还要联合所有果蔬商，彻底封杀靠山屯，要让他刚建好的棚变废品站，里面的瓜果全都烂在地里。陆城，出事了！赵老板拿着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一块极品黑松露，不仅登上了报纸头条，还趁机联合了省城80%的生鲜渠道商，逼他们站队。黑松露，难怪这几天咱们的瓜果运出去，又被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陆老板，不是咱们不收，是赵总放话了，谁敢进靠山屯的货，就永远别想拿到他手里那块黑松露的切片配额。现在省城的大老板们都疯了，天天排着队去赵家求那1克松露呢。这简直是恶意垄断！黑松露极其稀有，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华夏本来就极少出产。赵老板拿这一块当令箭，这是要活活憋死我们靠山屯的销路。哥，那咱们满大棚的果子怎么办呀？总不能全坏了吧？检测到宿主遭遇恶打压，触发逆境破局，提前预发破局底牌，寻宝香珠，极度稀有，天价，1克就要好几十。陆先生，你这是？我笑赵老板没见过世面。苏小姐，萌萌，走，哥带你们上山进货去。今天我就让这所谓的黑色钻石变成靠山村的大白菜。陆先生，你说的进货就是带我们来山上遛猪？这小家伙虽然可爱，但能解决咱们的渠道危机吗？别小看它，在欧洲最传统的寻找松露的方法，就是利用嗅觉极其敏锐的母猪，而我这只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寻龙点穴猪。小白他怎么了？力气好大！挖到。这是黑松露！我的天，极品！这绝对是极品！赵老板那一块就敢吹上天，你这块一旦拿出去，绝对能镇住场子。镇住场子。清雪，你的格局还是小。你看，哥，这东西不是说比黄金还贵吗？怎么咱们家后山跟长土豆似的？真科学！别愣着了，装袋吧。赵老板不是喜欢搞饥饿营销吗？今天我就用物理手段把他的神坛砸个稀巴烂。各位来宾，这块黑钻石就是我们赵氏集团实力的象征。今天只要谁签了独家拒绝靠山屯农产品的协议，谁就有资格参与竞拍这块松露的1克切片权。底价2000元1克，我签，我出3千1克。看到没？这才是真正的高端农业。那个陆城算个什么东西？他现在估计正守着一堆烂草莓在村里哭呢。保安干什么吃的？谁让这泥腿子开着拖拉机进来的？给我打出去！赵老板，听说你在卖土豆，我刚从村里挖了一车，看你这么喜欢，特意拉来给你搞搞批发。我没看错吧？那一车全是黑松露。靠山屯极品黑松露现货批发，50块1克，管够。品相完好，纹理极其漂亮。
这一个就得好几千呢，这一车价值连城啊！我要100斤现金支票，我把我老婆的项链抵押了，给我来50斤。不可能，假的，全是假的，怎么会有这么多黑松露？畜生，是不是把哪里的松露祖坟给刨了？赵老板，听说你2000块钱一克，不好意思，我这人实诚。拿去化验，告诉省城的人，赵氏集团用凡物冒充神物，哄抬物价，恶意垄断，这种黑心商会也配在省城立足？保安，保安，把这个泥腿子给我乱棍打死，把他的松露全部给我抢过来！我看谁敢动陆老板一根汗毛！赵胖子，你个骗子，想明抢陆老板的货！兄弟们，保护陆大师，保护咱们的黑钻石！赵总，这没法打呀！完了，全完了！我要回家，我要回靠山屯儿。陆先生，赵老板是倒了，可是咱们的渠道也被他临死前搅和乱了。这些水果放不过3天，如果不赶紧处理，咱们第一波家底就全赔进去了。陆成，这可怎么办呀？咱们的血汗钱全在这里面了。检测到宿主当前危机，触发破局效果，提前预发破局底牌，急速窖藏发酵法，可快速发酵各种酒类，附赠配方白果延寿灵露。在我的字里就没有赔这个字。来几个人，把咱们所有的酿酒缸都搬出来。哥，酿酒？咱们哪有酿酒的方子呀？而且这么多水果，酿出来的也就是普通的果酒，卖不上价钱的。普通果酒卖不上价，那要是能延年益寿的灵酒呢？村民们，按照我的指示，把这些水果全部去核、捣碎，装入酒缸。今晚我要给咱们靠山屯酿一缸震动全省的好酒。陆先生，您昨天电话里说的那个灵酒是真的吗？苏老，真不真，一试便知。此乃靠山屯白果延寿灵酒，取材于我屯滞销极品水果，经古方窖藏，一坛10万块，不二价。10万，我出1万，不，我出1000万，全包了。这一坛我要带给我的快不行的老父亲，我把我省城的公司抵押了，我也要全包。你们滚开！这是陆先生给我准备的，我出2000万。百万，你可得给咱们爷俩做主啊！陆城的小畜生不仅抢了全村的生意，还把我送进去了。周老板，陆城的山头冒出了能延年益寿的神水，那些富豪抢的灵酒就是用那神水酿的。这种好东西落在了一个泥腿子手里，简直是暴殄天物。我周氏水产正愁培育不出极品鱼种打进省城市场，如果用这神水来搞水产养殖，一条鱼我能卖出10万天价。好，抗山屯，这水我要了，谁敢拦，老子就断了他的生路。这是我们全村的命脉，这水断了，大棚里的瓜果全得渴死啊！喊什么？我是周氏渔业的周百万。看清楚，这是县里20年前批的水利文件。这后山的地下水脉现在归我名下的水厂管辖。陆老板是吧？从今天起，你的灵泉要安装我的水表，每用1吨水，给我交1万块的资源费。不交，那你们全村就等着旱死吧！陆城，你也有今天，没水，我看你那大棚和酿酒厂还怎么开？拿20年前的废纸来抢劫，周老板，吃相太难看了。老子就是规矩，这主水脉已经被我截死了。你们村现在除了一口烂泥塘，一滴活水都没有。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跟我斗！检测到宿主水源被恶意垄断，产业面临枯竭断裂，触发逆境破局任务，枯木生全，提前预发破局底牌 S 级水质净化浮萍，黄金灵鱼幼苗1000尾。好啊，那就试试看
我们怎么斗？我们走。哥，主水渠被切断了，现在可怎么办啊？陆城，周百万垄断了浅层水泉，实在不行就搬迁吧，我这里有的是好去处。搬迁？我的根在这儿，何况正好我也想搞搞渔业养殖。这是，哥，你这哪来的？看我给你们变个戏法。天哪！死水不仅被这些浮萍活化了，这些金色的鱼是什么品种？陆城，现在跪下来求我把产业低价盘给我，老子赏你口水。这不可能！好东西，老子搞了半辈子水产，没见过品相这么完美的极品变异鱼，这一条起码值10万！快，给我捞上来！这塘子是老子的，这鱼种也得归我周氏渔业。我的水，连阎王都不敢喝。你算什么东西？你敢动手？周百万想玩垄断，凭你那点下三滥的手段也配带着你的狗滚！陆城，周百万眼红你这些变异鱼，我怕他今晚就会派人来偷。偷鱼，随便他偷。我这批鱼现在正处于疯狂吸收并净化水质毒素的阶段，体内全是最致命的工业废料和重金属。他要是敢偷去吃，那就是自己找死。抓到了，这鱼长得真够肥的，赶紧给周老板送过去。明天他在省城办高级招待宴，这可是压轴大菜。吸满工业毒素的鱼去办宴会，这群人是不想活了。喂，是县卫生局吗？我是靠山屯大队的陆城，我要实名举报周氏渔业涉嫌投毒。他们明天要在省城大饭店办招待宴，那批鱼体内含有极其致命的工业毒素。周总，怪了，这鱼不对劲啊！它本身好像就带着极其恐怖的毒素。怕什么？我是水产大王，只要个头大、肉质肥就行。这点毒吃不死人，给我多加点去腥剂，大火热油烧。明天省城大饭店的宴席，我要把我的名气彻底打出。诸位贵客，这是我周氏渔业最新培育的极品水产，大家尝尝，这可是极其难得的大补之物。都别动筷子，这鱼有问题。刘科长，您这是干什么？我这可是招待外宾的宴席。周百万，我们接到靠山屯大队陆城的实名举报，说你这批鱼体内含有极其致命的工业毒素和严重超标的抗生素，我们必须当场封存化验。陆城，好啊！原来是这个黑心肝的畜生在搞鬼。刘科长，各位领导，你们有所不知，我这批变异鱼种全是从他陆城的鱼塘里进的货。他这是自己养出了毒鱼，怕担责任，故意抢先举报，来污蔑我，想搞垮我的企业呀！什么？这鱼是那个举报人自己养的？千真万确，我手下的王大富可以作证。刘科长，陆城这是贼喊捉贼，投毒的罪魁祸首是他，您必须去靠山屯查封他的鱼塘。陆城，周百万当场指认，他宴会上的制毒鱼种全是从你这里进的货，你涉嫌培育有毒有害水产，我们要对你的鱼塘进行全面查封和调查。陆城，你没想到吧？你想坑我们周老板，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你那毒鱼塘今天必须填平。周百万，你自己弄出毒鱼，
竟然倒打一耙！陆城好心举报救人，你们这是恩将仇报！出了事就往我身上泼脏水，周老板甩锅的本事倒是比养鱼强。不过，既然你非要说我的鱼塘有问题，刘科长，我全力配合组织的调查。这边，周百万，既然你死咬着说我的鱼有毒，敢不敢跟我赌个赌？赌什么？让刘科长的人现在就抽样化验，如果我的水和鱼有一丁点毒素，我靠山屯的产业全部双手奉上，我陆城跟你们回去坐牢。但如果查出我的鱼没问题，毒是你自己弄的，我要你名下那家省城的果酱加工厂，连同设备全资转让给我当赔偿。哈哈哈，我答应你，刘科长，马上用你们的专业仪器检测，让他死个明白。刘科长，这简直不可思议！这水质不仅无毒无害，而且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极高，甚至达到了最高级别的山泉饮用水标准。鱼的各项指标更是完美，没有任何工业污染和污药残留的痕迹。周采万，你不是说他的鱼塘是毒源吗？你还有什么话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就算他现在的水没问题，不，但他卖给我的鱼种本身就有潜伏的毒素，不然我的鱼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在造假！检测到宿主继续破局，提前预发破局奖励：催吐排毒灵耳，可瞬间强迫水族生物排出体内所有非自然杂质。不见棺材不掉泪。刘科长，能不能拿一盆清水过来？来人，拿水来。刘科长，我的黄金鲮鱼天生就有极强的吸附性，它们是水里的清道夫。这条鱼之所以变黑，是因为周百万的鱼塘里全是化学毒素。药法，这是药法！刘科长，这是从他肚子里吐出来的东西，麻烦你们用最专业的仪器测测，这到底是谁的杰作？孔雀实力超标400倍，吐氨素、激素严重超标。刘科长，这水里的化学成分比例跟我们在周氏商业鱼塘里提取的底能样本完全一致。周百万，铁证如山，是你自己为了催熟，拼命往死水里倒兽药和激素，活生生把极品鱼种变成了生化毒药，你还有脸来这里贼喊捉贼？涉嫌投毒，危害公共安全，把周百万铐起来，带走！你们干什么？不，我的产业，我的工厂，陆城，你算计我！周老板，你在省城那家果酱厂归我。哟，这就是那位把周老板送进去的陆先生，挺年轻的。不过这厂子虽然判给你了，但周老板走之前把厂子抵押给我还债了。你想接手，先拿5万块钱辛苦费。抵押？周百万的所有资产都被查房转让了，你这是非法侵占国家拨给靠山屯的扶贫产业。少拿大帽子压我！在这厂里，我马某人就是规矩。工人、保安都是我兄弟。你一个乡下种地的，这洋机器你会开吗？螺丝钉我认不全，但我认得法院的红头文件。马厂长，现在把钥匙交出来，你还能体面的走。行啊，给你。我倒要看看，没我们帮忙拆，你陆老板怎么把这几万斤的铁疙瘩搬出这个门？陆老板，敲我们的！1、2、3，1、2、3。这么些机器，就算用大型吊机都不好搬。带这点人就想抬机器，你是想把他们腰都累断吗？陆老板，只要你能把这些铁疙瘩弄出大门，我马某人跪下叫你爹。检测到宿主接收产业遭遇恶意破坏与阻挠，触发逆境破局任务釜底抽薪，预发破局底牌大师级配备快速拆解图纸，附带磁力振动拆解工具，利用高频识别连接点，令沉重设备模范化拆解，1人即可搬运。这可是你说的。这怎么可能？我们厂的8级钳工也拆不了这么快啊！
陆老板，这洋玩意儿咱真的能赚起来？省城那些人说，这得要专门的电变站才行。组装我心里有数，等是时机就知道。陆成，咱村这变压器还是前几年凑钱安的，带几十盏电灯泡还行，带这铁家伙怕是悬。电压波动很大，陆成，要是强行核插，可能全村的保险丝都要烧断。果浆厂早一天投产，村里的果子就少烂一天。二愣子，开quả！好嘞。咋回事啊？我就说这玩意儿咱玩不转，连家电灯泡都给烧了。陆成，这不是瞎搞吗？要骗我你！图自量力，没我批条子去县公安局扩容，他陆成这辈子也别想让这机器动。陆成，别急，我明天去县里找找邻居。检测到宿主面临工业用电缺口、能源供已瘫痪困境，触发逆境破局任务，照亮抗山墩，预发破局底牌。高效生物质发电机、90年代魔改版及核心转化机，腐烂果皮、落叶、秸秆等废弃物进行高能化学能转化，发电量可支撑全厂生产及全村生活用电。大家别慌，我有办法。二愣子，带几个兄弟把我下午带回来的那个银色大柜子搬出来，接到这堆烂果渣上。啊，陆老板，那烂苹果能触电，这不扯淡吗？照我说的做，快！亮啊，比县政府大楼还亮！天哪，陆成真的是神了！那堆臭果皮真能触电？从今天起，靠山屯不再是那个点煤油灯的穷山沟了。爹，这不对呀！我明明听工业局的朋友说，那变压器肯定得烧，他哪来的电？他有发电机，可他没瓶子。大富，去省城告诉玻璃厂的老李，一只瓶子也不准卖给靠山屯。我看他空有电，装不出果酱，最后还不是得烂在锅里。哥，这味儿绝了，比城里供销社卖的还要好吃呢。陆老板，第一批3000斤果酱已经熬好了，大家伙都准备好了，就等装罐了。陆成，县里玻璃厂的那批2万只玻璃瓶，按理说早上就该到了，怎么现在连个车影都没看到？哟，陆老板，闻着味儿挺香啊，果酱熬熟了吧？可惜呀，没有包装，我看你怎么卖得出去。王大富，你什么意思？陆成，用不着再等罐子了，就是隔壁市的玻璃瓶存货，全被我们买断了。陆成，现在全县只有我有瓶子，原本1毛钱一个的瓶子，我现在1块钱一个卖给你，2万个瓶子，拿2万块钱现金来，不然你那一锅锅的果浆，明天早上就得发酸发臭，全部喂猪。王大富，你他娘的抢钱啊！我拍死你！1块钱一个，你们父子俩还真是做梦娶媳妇，想得挺美。趁早滚蛋！我陆成就是把狗酱倒进沟里，也不会买你们一个瓶子。好，陆成，你有骨气，我倒要看看你能熬得了几天。等你的果酱全烂在锅里，我看你拿什么给村民发工钱。大富，我们走，等他明天跪着来求咱们。陆成，这果浆最多只能在常温开放1晚，如果没有密封容器，明天全得变质。要不我连夜去省城跑一趟？来不及了，王家父子既然下了血本借高利贷，省城的路子肯定也早就打过招呼。检测到宿主遭遇高材供应链封锁，核心产品面临损毁绝境，触发逆境破局任务，逐报平安，预发破局底牌，
竹基复合塑形机，该机器可瞬间将新鲜野竹转化为高强度、自带天然竹炭防腐涂层的竹筒罐，保鲜期远超普通玻璃。二愣子，带上村里所有壮汉，拿上砍刀，跟我上后山砍竹子。砍竹子，陆老板，咱用竹子装酱，那玩意儿漏水还容易发霉啊！别废话，按照我说的做。今晚我要让王家那堆玻璃瓶永远砸在他们自己手上。陆老板，这是什么？这就是让王家那堆玻璃瓶砸在手里的东西。我的乖乖，这玩意儿硬的跟铁似的，还有股子好闻的竹香味儿。全村行动，洗罐、灌装、贴标签。陆成，这批货你打算怎么处理？你的意思是？的确，你这批货如果发出去，能得到不错的回报。不过以我的眼光来看，这还不够。不够？这么好的包装，这么优质的品质，就这么卖了，太可惜了。倒不如做一个国民品牌。真不愧是豪门大族出来的，眼光见识的确不一样。明天省城有一个进出口贸易博览会，我可以去为你拿一个推荐名。那麻烦你了。你的事情不麻烦。那个，先做事吧。Natural packaging. Is this Chinese art? 这是我们靠山屯的特产——古法果酱。陆成同志，你们靠山屯有想法啊？现在国际上都在提倡绿色天然，你这竹筒一装，档次直接盖过了所有玻璃瓶。太棒了！这个果酱我要了，我预定一批。天啊，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就冲这个包装，我也要一批。这味道简直太迷人了，真是神奇的东方艺术啊！我也要。大花哥，什么风法您出来了？少他妈在我面前装蒜！王大富，强哥的钱利滚利，今天连本带利整整8万，钱呢？刀疤哥，宽限2天。靠山屯的陆成马上就要来求我买瓶子了，他那有的是钱，到时候我双倍还给你们。双倍？你就确定他真会来买你这堆破烂？刀疤哥，你信我，他拖不起，再拖2天，他货可就烂了，只能来我这儿买。大富，快看这个，陆家的竹筒浆在省城火了。怎么了，爹？完了，全完了。他没用玻璃瓶，他用了后山的破竹子。不可能！他哪来的机器？岂不是说这好几万的玻璃瓶全砸咱们手里了？既然没钱，那就按规矩办事。兄弟们，进去搜，把值钱的都搬走，把房契给老子找出来。不能拿呀，那是祖宅的房契，你们这是抢劫呀！抢劫，这叫欠债还钱。给你们3天时间，拿10万块现金来赎，不然这宅子强哥就收了你债。走。钱啊！我们的哭个屁！老子还没死呢，不能就这么算了。爹，咱们拿啥跟他斗？房子都没了。镇上的地痞黑虎，展会签了单。陆成总得往省城运货。既然他不让我们活，那就去把通往县城的那条必经之路给我彻底废了！我要他的货全都烂在山沟里，让他给咱们陪葬！
陆成，外商的货轮今晚8点在省城起锚，咱们必须在下午6点前把货送到货运专列上。要是晚了，不仅订单作废，还得赔偿天价违约金。放心吧，二愣子，你带头车出发。哟，这不是要去赚老外美金的陆大老板吗？怎么不走了？王大夫，你敢挖断公家修的路？哼，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这路年久失修，塌了。我黑虎正带着兄弟们义务修路呢。不过嘛，这修路费时费力，没个3、5天可修不好。陆成，别说我不给你活路。你这批货值5万美金，对吧？给我一半，2万5千美金当过路费。我马上让虎哥把沟填平，保你按时上火车，不然你就等着赔违约金，倾家荡产吧！你们这是敲诈勒索，我们可以从旁边绕过去。绕，小丫头，你大可以试试。那片烂泥地，连拖拉机进去都得陷进泥潭里，出不来。不仅是烂泥，还连夜撒了上千个三角钉吧。为了1半的货款，你们还真是煞费苦心。是又怎么样？今天这钱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不留下1半的钱，你今天插翅难飞。检测到宿主遭遇物流阻碍绝境，触发逆境破局任务，愈发破局底牌补强剂。外观为工业黑胶水，可瞬间改变橡胶分子，让轮胎在任何路面上如履平地。标注前方障碍物，使其硬度堪比钢铁且极具韧性，免疫一切穿刺。王大富，过路费我1分都不给。既然大路不通，咱们就自己撵出一条路。二愣子，这是公社的黑胶，防止轮胎打滑。叫兄弟们拿刷子，把这几桶黑胶刷在所有的车胎上，快动手！虎哥，你看他是不是疯了？给轮胎刷墨镜儿？哼，垂死挣扎，等他爆了胎，陷在泥里，我要的就不是1半，而是全部了。二愣子，打火，直接从烂泥地开过去。老板，这能行吗？陆成，你这是……相信我。开车！得嘞，老板。不可能，那可是上千个舔钉啊！就算是装甲车也得爆胎啊！我爆你大爷的胎！王大富，你当初怎么跟老子保证的？你说只要拦住路就能拿到2万美金，现在人跑了，我的钱呢？虎哥，我也没想到。你个混蛋，少他妈废话，全白干了！拿钱，一共5000块。今天拿不出来，我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折。虎哥，我真没钱了。房契都被拿走了，没钱，把这小子的衣服扒了。别打，我还有办法。纯天然？放屁！自从这姓陆的竹筒果酱上市，老子厂里的水果罐头连1瓶都卖不出去，各大供销社全在推我的货。钱老板，您消消气儿，陆成那小子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他那改酱烘的那么鲜艳，保质期又那么长，怎么可能不加东西？钱老板，只要您肯出点茶水费，我认识几个省城地摊小报的记者，咱们就写他那果酱里加了违禁化学色素和防腐剂，吃多了致癌。到时候老百姓谁还敢买？您的罐头不就又活了吗？好。
这事儿办成了，我让你们父子俩来我厂里当主任，我要让他陆城身败名裂。陆老板，你这不是坑人吗？报纸上都曝光了，说你这果酱里加了工业色素，吃了要死人的。现在商场里根本没人敢买你们靠山屯的东西，退钱，赶紧退钱！大家冷静一下，那些都是地摊小贩造谣的。我们的果酱用的是纯正的高山莓果，绝对没有添加任何化学色素。口说无凭，人家报纸上都写了，连专家都说这么红的颜色，哼，不可能是天然的。今天不退钱，我们就去工商局告你们。各位，既然大家怀疑我陆某人赚黑心钱，好，明天上午10点，县城中心广场，当着全县老百姓、工商局和各大媒体的面现场验毒。如果我的果酱有1滴工业色素，我赔偿大家10倍货款。我陆城绝不会赚黑心钱，这是检测试剂，我们有没有添加工业色素，一验便知。大家别信他的鬼话，他肯定是想耍魔术骗咱们。工商局的同志就在这儿，看他怎么狡辩。王大富，我就知道你们这么说。大家看好了，同志，为了避嫌，这瓶试剂由您来检查，您来操作。谁知道你那破瓶子里装的什么？糊弄人的化学玩意儿！这是省农科院和省食药监局上周刚联合发布的，看着瓶身上的钢印标志，最新型天然果浆与合成色素分离试剂，瓶口还有省局最高级别的防伪雷格标签，绝对做不了假。这东西连我们县局都还在排队申请，你居然弄到了！真金不怕火炼，是人是鬼，一验便知。大家安静！我以县工商局质检员的身份担保，这瓶试剂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上面动手脚。没有任何浑浊和沉淀，完全是纯天然的植物，各项指标堪称完美。不仅没加色素，这纯度简直是行业标杆啊！这报纸简直是胡说八道！钱老板，留步！大家光看了我的果浆，不如再请质检员同志用这最权威的试剂验一验，市面上卖的最火的大发罐头到底装的是什么？大发牌水果罐头，检查我们的干什么？这次有问题的明明是他们，就是这钱老板生意做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有问题？这不是顺手的事儿吗？你们急什么？不行，不能看！拦住他们！哎呀！这什么东西啊？高浓度的工业合成色素，还有严重超标的糖精钠和防腐剂，这是毒药！贼喊捉贼！为了打压靠山屯，你们雇人造谣抹黑，自己却卖着吃死人的毒罐，黑心商人，退钱！把大发罐头全打了，打死这帮丧尽天良的畜生！啊！饶命啊！饶命啊！田大发，我现在代表工商局和卫生局执行权力，正式查封你的罐头厂。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是，江城代理商是吧？要500箱，没问题。款到发货。什么？还要加急？加急得排队啊！哎，成哥回来了，大获全胜。那个姓钱的被抓进去了，大发罐头厂全封了。
陆成，从早上到现在，省内各地的经销商都在疯狂打电话抢货，咱们厂里的库存已经全部清空了，连下个月的产能都被预订光了。这段时间谢谢你，冰雪，立刻通知车间实行3班倒，同时开始在10里8乡招收新工人。既然市场打开了，咱们就得把这块蛋糕彻底吃下。穷山恶水，这种破地方也能产出省里爆火的果酱。赵总，就算再火，那也是泥腿子搞的作坊。您今天亲自屈尊来这儿，那是给他们脸了。你就是陆成，我是省城百汇商超的采购总监赵刚。废话我不多说，百汇在全省有200家大型超市，这份独家代理合同你签了，你的果酱以后我全包了。出厂价压低50个点，还要我们交出独家配方。赵经理，你这不是来谈合作的，你是来抢劫的吧？年轻人，别给脸不要脸！你这果酱现在是借着新闻热度火了一把，但这热度能撑几天？没有我百汇商超的渠道铺货，你这几万罐果酱就只能堆在仓库里发霉。不好意思，靠山屯的果酱，哪怕是在大街上摆摊儿，也不伺候你这种吸血鬼。门在后面，不送。哎呀，姓陆的，你狂什么？我把话放在这儿，只要我赵刚一句话，整个省城的商超渠道都会联合封杀你，我让你一罐果酱都卖不进省城。你可以试试看，是你封杀我，还是时代淘汰你？沈总，你怎么亲自来这种穷乡僻壤了？陆老弟，你让我好找啊！你拜托省农科院搞的那个试剂，连我们省供销总社都被惊动了。我这次可是带着全省中货社的红头文件来的。你们靠山屯的果酱，我们包圆了，全省统一调配。省供销总社包圆。沈董，里面请，咱们谈谈怎么把靠山屯的产品迈向全国。好，陆老弟，有了你们这批高品质的果酱，咱们省供销社的会盟专柜算是有了金字招牌了。第一批货3天后，总社的直达车队会来拉。沈董放心，3天内2万箱果酱一定保质保量装车。不过老弟呀，我得提醒你一句，你今天可是把百汇庄超得罪死了。百汇背后是省城4大家族之一的楚家天海商贸集团。天海集团，那个垄断了全省70%零售和物流渠道的商业巨鳄。没错，天海集团的现任掌门人楚永飞是个出了名的狠角色，吃人不吐骨头。你们绕开他的渠道，直接和供销社合作，无疑是动了他的基本盘，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我陆城做的是良心买卖，不是他楚家养的韭菜。他敢伸手，我就敢剁他的爪子。楚少，真不是我办事不力，是那个姓陆的泥腿子太嚣张了，他根本不把咱们天海集团放在眼里，还把省供销社的神董给搬出来了。一个乡下种地的，真以为抱上供销社的大腿就能飞上枝头了？在这个省，我不让他卖的东西，一刻也出不了市。楚少，您别小看他们，靠山屯有几百亩的温室大棚，全村自己种果子，原料完全自给自足，咱们想在市场上卡他都没法卡。那我就连根拔起，在这个省，我不让他活，大棚连一根草都长不出来。阿豹，联系当地那个叫王大富的，他正好不是那屯的人，还和那姓陆的有仇，给他批50万，弄点好药，
明天天亮之前，我要靠山屯的大棚变成一片死地。高浓度工业除草机，只要顺着滴灌管浇下去，大罗神仙来了，你们这片果园也得死绝。哥，水池里有很重的农药味儿，是有人半夜在咱们的灌溉水里投了毒，这可是咱们交货的所有原料啊！肯定是王大富干的，我去找他拼命。别去，他们自己会送上门来。哎呦，陆总，听说你们村的果树一夜之间全得瘟疫死绝了，真是老天有眼啊！鲁少发话了，你的果子全死光了，后天绝对交不出货。签了这份5万块的收购合同，楚少替你摆平供销社的违约金，不然你就等着进监狱吧。回去告诉楚云飞，这点破毒药就想收我命，做梦！死鸭子嘴硬，树都死透了，我看你拿什么交货？检测到宿主面临危机，大棚果树遭受高度工业毒素因破坏，已为宿主愈发破局底牌，万物复苏净化林业。哼，楚云飞，你以为给我布了个死局？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破而后立。哭，给我使劲哭！从今天起，靠山屯就彻底绝收了，你们这群泥腿子全都要去大街上要饭！哇！谁复活了？谁复活了？老天爷显灵了！我的怎么比以前还要大还要香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除草剂跟着毒死一头牛，怎么可能又长出来了？这根本不是普通果子，这种成色连进口的顶级水果都比不上。王大夫，我这果树品种特殊，正愁找不到猛药来刺激它变异呢。多谢你半夜跑来给我免费施肥下药，帮我破了这个产量瓶颈啊！回去转告你的主子楚云飞，他布的这个局，我陆城破了。2天后，2万箱极品果浆，1罐不少，准时发车。二柱，关门放狗。得令，大黄，我咬死这帮瘪犊子！小王疯了，这村子里全他妈是妖怪！几百亩死透的果树，一夜之间不仅活了，还长出了极品果子。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叔少，千真万确啊！那果子的香味，可是几条街都能闻到。他们今天就要给供销社发货了。好一个陆城！既然下三滥的手段弄不死你，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资本的商业降维打击。楚少放心，我已经动用集团的特权通道，连夜把靠山屯这3个字注册成了我们的独家商标。同时，他们装果酱用的竹筒密封包装技术也已经被我们申请了外观和食用技术双重专利。走，去靠山屯，我要亲眼看着他把2万箱极品果酱原封不动的给我丢出来。奇迹，真是奇迹！陆老弟，你这果酱的品质简直是琼浆玉液呀！放到我们全省的高端专柜，绝对要被抢疯。沈董满意就好。
2万箱今天全部发车。恭喜陆老板按时交货啊！不过可惜，这些货一箱也走。楚云飞，你又想干什么？我是天海集团的法务顾问，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天海集团已经拥有了靠山屯的独家商标权以及竹筒果酱的包装占产权。你们现在生产的这2万箱果酱属于严重的侵权伪劣产品，按照商业法必须立刻查封，全部销毁，并且你们还要向天海集团赔偿1000万的专利侵权费。真是无耻！这名字是我们村的，竹筒是我们自己砍的，凭什么变成你们的专利了？楚云飞，你这是恶意抢注，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吧？沈董，商业世界法律和资本就是规矩，谁先注册谁就是大爷。你腿子，你以为种出好果子就能翻盘？在法律面前，你就是个文盲。今天我要你倾家荡产，把配方跪着求我收下。检测到宿主面临商业专利抢注死局，反派利用资本垄断法律途径，企图查封宿主心血，破局系统已触发，正在为您生成最优商业破局方案，已为宿主预发破局底牌。恭喜宿主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高传承人认证及100年老字号，绝对豁免权。您的配方与包装已被系统自动追溯为100年非遗，自带最高级别保护，任何恶意抢注自动判定为犯罪。跟我讲法律，好，那我就给你普法，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我这靠山屯竹筒旧酱，昨天刚被国家文化部特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独家传承人，不可能！这印章是真的，非遗保护法优于普通商业专利。这根据非遗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任何企业恶意抢注国家级非遗名称和包装，不仅专利当场作废，还要面临巨额罚款和商业欺诈的刑事调查。好，楚云飞，你天海集团涉嫌重大商业欺诈，这事儿我会亲自上报省督察组。你一个种地的，怎么可能申请到国家级非遗？在靠山屯，老子不仅是规矩，老子还是文化。二愣子，发车！我看今天谁敢拦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嘞！楚少，靠山屯的极品果酱一上架，不到3个小时就被全省抢空了。我们的百汇商超营业额今天跌了80%，好得很。我楚凌风得不到的市场，他也休想痛痛快快的赚钱。东郊那个废弃的地下加工厂，不是有一批过期的烂果子和工业合金吗？有几十吨，开足马力，全换上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仿制竹子，打上靠山屯的牌。明天一早给我铺满全省大大小小的黑市。这事儿你亲自去干，切断一切跟天海集团组织的资金流。只要吃出事儿，我要让他陆成往牢底坐穿。陆老弟，有人在恶意往市场上倒腾假货，但他们的包装仿得太真了，消费者根本分不清。好一个天海集团，明抢不行，就开始下毒栽赃了。陆总，请问你们是不是在果酱里添加了违禁化学液质？陆总，各位市民，看到这种毒害百姓的黑心企业，我深感痛心。我天海集团愿意自掏腰包，为所有中毒家属垫付全部医药费。楚总啊！检测到宿主面临假冒伪劣栽赃陷害死局，破局系统已触发，正在为您生成最优方案，绝对溯源全息防伪印记，可立即发送黑心工厂及资料至各大媒体。楚大少，贼喊捉贼的戏演得挺过瘾。陆成，我就站在这儿看你表演。这才是我们独家传承的活猪全息印，你们手里那些不会发光的垃圾，全都是别人投毒陷害的伪劣品。天哪，真的是假货！这防伪技术绝了！障眼法，就算市面上有假货，你怎么证明不是你自己搞的鬼？证明？这信息是哪来的？不知道啊。这么一看，是有人在栽赃。东郊的据点怎么会被发现？谁是东郊厂区负责人？赵德发，出手！就混账东西！你竟敢背着我，利用集团的资源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勾当！我天海集团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是我财迷心窍，跟楚少没关系。各位，是我楚某人御下不严，出了这种败类，我宣布
天海集团赔偿所有受害者10倍损失，并捐款5000万，用于省内食品安全建设。壁虎断崖求生，反应挺快。陆成，你别得意，只要我天海集团的资金链还在，只要我还在，我要你靠山屯死无葬身之地。陆少，公关赔款加上股价暴跌，集团现金流已经蒸发了30个亿。董事会那帮元老正在闹事儿，要求立刻罢免您的总裁职务。罢免我？这帮老不死的东西！只要拿下靠山屯那片能长极品灵果的土地，天海的市值能翻10倍。去查查这家叫红印的私人银行，立刻把它给我全资收购了。靠山屯上一任老村长10年前借的3000万高利贷，没错，连本带利给到现在整整1个亿，而抵押物就是靠山屯全部的土地使用权。让催债队把催土机直接开进村。今晚省城商会晚宴，我要让陆成像条狗一样跪着把配方和地契捧给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1个亿，今天太阳落山前必须结清，否则天海集团立刻收回抵押土地，推平你们这破村子！1个亿，把我们全村人卖了也凑不出这么多钱了。陆成，我们账上的钱全用来买新设备和扩建厂房了，根本拿不出1个亿。楚云飞这是趁火打劫，要断我们的根。别慌，既然想玩资本游戏，那我就去省城陪他玩到底。二柱，抄家伙，守住村口。今天谁敢动靠山屯1寸土地，往死里打！出事我担着。各位同僚，天海集团即将接管靠山屯的所有产业，推出震惊全血的极品果酱。以后这1000亿级别的市场由我楚家说了算。陆总，你还真敢来啊！怎么，那1个亿的欠款凑齐了？用10年前的高利贷强抢土地，你也配自称企业家？少废话！在资本面前，老子就是规矩。陆成，倒计时5分钟，不签土地转让协议，推土机立刻碾平1家股份。破局系统已触发，正在为您生成反制方案。破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专属破局大礼包：万邦来朝全球顶级采购商强制召集令，无上限黑金至尊卡。资本跟我比资本，你天海集团算什么东西？一张破黑塑料卡也敢拿出来充胖子，你是不是被逼疯了？哦，赞美真主，终于找到您了，尊敬的陆成先生。我是迪拜皇室的哈桑，您生产的极品果酱实在太美妙了，竟治好了我父亲的厌食症。哈桑王子，掌控1000亿美金的头号石油大亨，您怎么会认识这个泥腿子？闭嘴！你这个愚蠢的人！陆先生，我们王室决定向靠山墩果酱厂注资500亿美金，要求只有一个，买断你们未来10年的尊贵特供权。另外，听说这个叫天海集团的小公司在找您的麻烦。10分钟前，我已经动用王室基金收购了天海集团所有的海外债务和银行信贷。只要陆先生一句话，天海集团明天就会因为资不抵债，彻底破产清算。500亿美金破产？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楚云飞，我早就说过，
在靠山屯，我才是规矩。那1个亿，我赏你，留着给自己买副好点的棺材吧。楚少，全完了，您的资产全被冻结了，警察现在全城发了通缉令，在抓我们，我们连今晚的饭钱都没了呀！闭嘴！我楚云峰就算是死，也绝不一个人下地狱。走，去靠山屯儿。他陆程不是要把果酱卖给全世界吗？今晚我就一把火把他的厂房，他最在乎的女人和妹妹，全都烧成灰。谁在外面？开门啊！苏清雪。陆萌萌，要怪就怪陆程那个畜生！今晚你们就给他陪葬吧！楚云飞，你疯了！这是杀人！下地狱去吧！陆程，你来的正好，亲眼看着你的心血和亲人化为灰烬吧！检测到宿主面临终极毁灭死局，反派陷入疯狂，正在为您生成抹杀方案，破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大结局专属神级奖励，绝对无敌防御领域，免疫伤害。反派所有不法证据已发送至安全署，红色空心已生效。定。不可能！为什么点不着？为什么？鬼啊！他不是人，他是神仙！因为连老天爷都不收你这种垃圾。楚云飞、王大富，我们刚刚收到了你们从偷税漏缩到雇凶打人全部铁证，你们被捕了，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吧。陆总，陆爷爷，我错了，求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傻丫头，有哥在，天塌下来，哥都替你们顶着。